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3号报道，日本智库替川和平财团上个月进行了设定背景为2026年的台海危机兵棋推演，参与兵推人员约30人，包括前日本自卫队军官及美日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推演结果显示，战争在2周后结束，美日及台湾方面惨胜，对手则因补给中断而战败，但代价是台湾方面损失18艘军舰、200架军机，死伤及被俘虏共计13000人；美军损失19艘军舰、400架军机，死伤10700人；日本自卫队则损失15艘军舰、144架军机，死伤2500人。岛内舆论就分析，所谓惨胜的说法，只不过是为将来如果两岸发生冲突时，美日不出兵的做法找个台阶下。惨胜，但是其实你以为因为结果是惨胜赢了，所以日本有信心，美国人有信心，所以会来帮我们协防。刚好相反，我告诉你，这个智库的推演的结果在告诉美国人，告诉日本人，我们去的话会很惨哦。他给出的一些结论呢，实际上从军事上来讲会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日，包括其他方面的这个战机的损失啊，可以说是我们的损失的所谓的数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制海权到底是归于哪一方？包括我们说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本土作战情况下，怎么会出现所谓后勤的这种问题啊？那么它的这个推演的规则，其实呢，是可以把结果导向他所希望呈现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本智库的兵推结果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去年底进行一次涉及台海冲突的兵推高度相似。该美国智库同样假想2026年台海爆发冲突，通过24轮推演，预测出这场冲突美军惨胜，包括美海军将损失2艘航母、10至20艘大型水面战舰、3000余名美军阵亡，日本将损失超过100架战机和26艘军舰。曾任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的苏起1月底接受岛内政论节目访问时表示，他通读了美智库事后公布的一份165页的兵棋推演报告，发现惨胜的结果完全建立在几个非常模糊甚至是虚无的前提下。比如，该兵推第一个条件就是台湾方面抱有所谓打到底的决心，但从去年岛内9合1选举，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抗中保台一事来看，这一条件完全不具可能性。第二个话呢，就是美国立即介入。好，很快立即，他没有讲多久，1天2天，他讲三天再介入的话都太晚了。美国就越晚介入的话呢，美国就会死伤越重，甚至于最后输得越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美国距离那么远嘛。啊，美国最近的地方，譬如说你从那个琉球冲绳那边过来的话，它只有45架飞机在那边。它这样过来的话，那大陆是有1000多架飞机在大陆，所以这个美国实际上是来不及的。可是美国是假定它来得及。此外，如果美国要迅速介入台海冲突，势必需要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作为跳板。但日本若出界的话，无疑表示将介入战局，这将使得日本成为解放军打击的目标，日方的态度就会变得微妙。实际上，美方利用台湾问题服务自身战略利益，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国民党国际部主任黄介正日前撰文表示，他去年8月前往夏威夷出席一场关于台湾问题的论坛，题目竟然是“台湾沦陷后的世界”，邀集专家分别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欧洲6个不同角度分析台湾所谓沦陷后对各国所造成的影响。而该论坛的研究报告已在今年1月正式出版。分析认为，单单是使用沦陷来描述台湾问题，就已经说明相关论坛带有极强的倾向性。而事实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一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黄介正也在文中质疑，为何美国要设置所谓台湾沦陷这样的命题？我们是否在潜意识里接受了另类的认知战，莫名的自己走上想象中台海必有一战的失速列车？我们如果要避免台湾沦陷后成为美国或国际的思考主轴，应该就要有别人想让我们打，但我们有让台海打不起来的主动作为，更不能有备战忙自己建军与避战靠别人对话的不平衡且不负责任的思考。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你会发现，就算他对外宣传的兵推，他里面其实是没有台湾老百姓的人命的。他心里想的就是我如何确保我仍旧是世界霸权，然后怎么拖住中国大陆，这才是他的思维逻辑。他不会从台湾人的人命啊、未来啊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美国讨论类似的话题，目的都是为了增加美国在相关方向上的军事存在的理由，那么给美国在国内去扩军备战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实际操作层面，美国人很有可能在把相关的预算拿到手之后，把相关的这种所谓军事力量部署完成之后，那么并不会真正的用这个现在所描述的一些方式去参与到有些有关的这个冲突和危机之中，即便这些冲突和危机是由美国人自己炮制出来的。那么这种制造本身反过来会进一步让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的安全局势发生恶化。